女主最后如果赢了，可能是皆大欢喜，但我想这些结局能让这个动画真正成为神作，会让人直呼神作的操作，那必须是走妹线。家树距离登神只需掏出一张亲子鉴定，证明两人根本不是兄妹，再给半本的篇幅从家树的视角讲自己眼中败犬女主的故事，再把家树出门敲打火石庆祝要煮红豆饭这类过于刻板印象的日式妻子的行为当做伏笔，在最后全部揭晓说另有深意，绝对会被读者评为神中神。同时家树由于长期在班会上作者给的机制和数值那都是顶中顶，左拳伤害高，右拳高伤害，只要在版本更新中把温水雪原这个羁绊给删了，就能让家树从班位上下来，那将没有任何一个角色会是他的对手。白玉学妹只是让家树感受到了威胁，很难说是否能真正成为对手，哪怕只是作者写个if线，那也将会是绝杀。在这里我要直接给家树贷款一个冠军，要我说老马的败北绝对是羽森的一次尝试，通过让一个崭新的不是败犬的角色从接触温水开始到告白失败，测试一下观众对于这样情节的接受度。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在未来会有一个天降线，当一个新的女主出现，前期的行为完全可以直接复刻老马的成功，这个角色都不需要特殊的登场，社团是有招新的，白玉能来，其他人自然也能来。而从老马前期接触到进入自己篇章，对于整个系列来说篇幅并没有长的很夸张，要让新角色胜利只需要给到足够的篇幅，2卷不够就4卷，潜移默化的夺走老八的主角正当性，甚至并不是很难夺走。老马会败北完全是因为天意作祟，羽森如果想写个天降主角夺冠，把天意屏蔽了就好了。在读白玉学妹相关剧情的时候，不是老八在最后婚纱卡拉链那边刷了个存在感，我都快忘了有这么个角色了。别的地方暂且不说，光说抖音这儿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评论区复读老八的斑斑劣迹，只要新角色能在这些地方完全盖住老八，那读者观众对这个角色的认可度一下子就会上来，拿下白色贝雷帽冠军盾不是问题。不过这一招最大的问题是，目前天意就是羽森老贼本人，而还有一种结局，羽森如果敢写，我愿意称他为神，那就是让温水和圣者组的女生走到一起，你别管是鸡公华恋还是朝云天草，又或者是月之木古都，随便走哪条线那都将是绝杀。鸡公华恋那自然不必多说，想拿下温水真的就是手拿把掐。传统日漫正宫位角色的塑造，真的下场来参加这场败犬之间的斗争，那都不是三体人来袭，那是遇到了歌者文明。朝云千草就现在给到的剧情，这俩人经历的事情是不是有点超脱了作为配角的量了？正牌的光熙反而写得像个设定背景板，用来凸显朝云千草到底有多么传奇特工。这种底牌门清的角色关系放到现实里不太会走到一起，但放到二次元那就是最关键的牵绊啊。月之木给到的塑造确实比较少，但只要羽森想写，没什么不可能的嘛。而对于我来说，只要羽森给赤喜屋学姐写个if线结局，我也能奉他为神啊！是的，我这种配角粉就这么卑微的，实在不行你学纯武做个游戏，给每个角色都发个结局，那也是可以的，我都能吃。你最想看到败犬女主什么样的结局呢？是3位女主保持败犬人设一路输到底，还是老八遵从天意赢到最后呢？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